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，乾隆寿高89岁，寿常位居中国封建皇帝第一。现代社会，忙字常挂在嘴边，我们总觉得压力太大，身心俱疲。可是静静地想一想，我们再忙再累，压力再大，能忙过执政60年的乾隆皇帝吗？乾隆根据自身的体会，总结了养生4诀：吐纳肺腑，活动筋骨，时常四物，适时进补。下面小关就来具体讲述这简单易学的时常功法，关友们可以一边看一边学习。1. 齿常扣。牙齿是食物进入体内转化为养分的第一关，牙好身体就好。它的作用是研磨食物，食物研磨的越充分，在胃里转化为食糜的时候就越少消耗能量和气血。请大家牢记，节省使用气血是健康长寿的前提。俗话说细嚼慢咽，许多吃饭快的朋友如果胃不好，吃饭时坚持细嚼慢咽3个月，也许胃病就能不治而愈。有的专家提出一口饭要嚼24下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你可能很惊讶，每口饭嚼24下，每一顿饭得多长时间？不过亲身实践之后，你会发现每口饭嚼24下的时间没有想象的那么长。牙齿对于健康如此重要，生活中我们要保护牙齿，勿食过凉、过热、过硬的食物，以免损伤牙齿，使其过早脱落。每日叩齿是坚牙固齿的好方法。大医孙思邈说，清晨1盘粥，夜饭莫较足，壮动景阳钟，叩齿36。叩齿悠久以来，简易变形，随时随地可做，实践证明效果良好。叩齿的方法：叩唇轻闭，有节奏的叩击上下齿，先叩两侧大牙36次，再叩门牙36次，每日2到4遍，力度适当，略闻声响即可。2. 经常咽。著名医家李中子在《内经之要》中说，祖先造字以千口水为活字。我们可能觉得这样拆字很无聊，但口水对于健康来说确实十分重要。口水就是唾液，这看似寻常的口腔分泌物，古代养生家们都非常重视，赋予它琼浆玉泉、金津玉液、华地之水等甘霖美名。中医认为，五脏化五液，心为汗，肺为涕，肝为泪，脾为淡，肾为唾，是为五液。唾液的取法：舌尖轻抵上颚，保持2音，舌根下会涌出唾液，或者口腔闭合作吮吸状，口腔内也会有唾液涌出。涌出的唾液要缓缓地分若干口咽下。唾液还可以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，如果津液很快产生，较稠略甜，则说明身体健康；如果津液很难产生，略带苦味，说明体内津液不足或者有火。3. 耳常搓。在中医来看，五脏在头部各有一个通道与天地相沟通。阴阳应象大论说，肝在巧为目，心在巧为舌，脾在巧为口，肺在巧为鼻，肾在巧为耳。通过这5窍的状态，可以了解肺脏的功能情况，比如口腔溃疡多与脾虚有关，眼睛干涩发红与肝胆火旺有关，双侧耳鸣则是肾虚的表现。同时，对外在孔窍的保养也会调节相应脏腑的功能，因此搓耳朵可以养肾。梁启超说过，心明即是天理。虽然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但心开窍于耳，说明古人知道谛听宇宙大道需要心的感悟。因此，一侧耳鸣多为不良情绪持续伤心所致。调理司指所在的三焦经、胆经可以立竿见影。日常生活中，坚持搓耳朵，既养肾又养心。搓摩耳朵除了可加强脏腑的功能外，还可预防听力的减退及耳鸣。搓耳朵的方法：双手拇指及食指弯曲后，由上至下搓耳，至耳朵红热为宜。搓耳时可冥想自己正在进行全身按摩，不知不觉中身体就会有温热的感觉。4. 鼻常揉。肺开窍于鼻，鼻腔是肺与外界沟通的通道。五脏六腑唯一可以通过意识控制的器官就是肺。你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让心慢点跳动，让胃快点消化，但你能减缓呼吸的节奏，通过调息来入静。在入静的状态下，五脏六腑将去除干扰，自然回到它本源的自主调节的工作状态。儒家讲，
知之而后有定。道家讲胎息，佛家讲初息，这3家都强调闻道要从呼吸入手，所以养护生命可以从放慢呼吸开始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，把呼吸放缓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宁静。揉鼻子的方法，用双手食指指肚沿鼻翼由上至下揉搓至迎香穴，在迎香穴点揉3到5下，用力适中，以鼻翼发热为宜。也可以用食指指肚上下往复轻轻推搓，以发热为宜。还需要注意，鼻塞严重难受时，可以用食指指甲爪切鼻尖10到30秒，鼻塞可立即缓解。但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，彻底解决还需要请中医师当面辩证诊治为宜。5. 经常转。现代办公离不开电脑，持续盯住电脑屏幕，极易出现眼睛干涩、红肿等视疲劳现象。还记得小学、初中每天做的眼保健操吗？曾经的我们因为前一晚学习的太晚，利用这5分钟趴在课桌上眯一会儿，即使做眼保健操也是照猫画虎，糊弄了事儿。现在看来，眼保健操虽简单，但如果认真做，通过对眼部周围穴位的按摩，可以使眼内气血通畅，消除睫状肌的紧张或痉挛，缓解视觉疲劳，起到保护视力、防止近视的作用。转眼球的方法，正视前方，头正直，目微闭，按圆形轨道转眼球，速度要极慢，右下左上。转眼的要领在于只动眼不动头，顺时针转完25次后，再逆时针左下右上旋转25次。转完之后，如果感到后颈发酸，可以按摩颈部的肌肉，并点揉风池穴，酸痛感即会消失。而这时你会感觉眼部变得异常轻松。每天可以转2到3次，坚持就会有效。6. 腹肠膜。腹部包含了中焦、下焦2个部分，脾、胃、肝、胆、肾、膀胱、大肠、小肠等众多器官包含在其中。任脉、带脉、冲脉、肾经、胃经、肝经、脾经等经络在腹部经过，保持腹部的气血运行正常，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。另外，腹部聚集着11个募穴，募穴共有12个，位于胸腹部，是脏腑之气结聚募集之处的特定穴，与背部的背腧穴相似。刺激募穴一样可以起到调节相应脏腑的作用，通过手法刺激腹部，可以帮助这11个募穴时时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。中医讲6腑以通为补，当胃、大肠、小肠、胆、膀胱通畅的时候，该器官的功能最强。腹肠膜的目的就是要促进6腑的顺畅。摩腹的方法，单掌绕脐摩腹，上至心窝，下到耻骨，力量越轻越好，掌与肌肤四处飞触的效果最佳。缓慢旋转，顺逆时针各摩36圈。正常情况下，旋摩一会儿，腹部会微微有汗。初次摩腹后可能会有腹泻的情况，此为肠道垃圾排出的正常现象。7. 足长捏。按照足部全息反射理论，足底分布有5脏、6腑等重要脏器的反射区，通过对足底反射区的探查刺激，可以了解并调节相应脏腑的功能，因此脚要长捏是有道理的。按照经络理论，肝经、肾经、脾经的起点，胆经、膀胱经、胃经的止点均在脚趾或足底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古话说，人老先老脚，人的年岁大了，腿脚还利落，说明身体好。如果走路时腿抬不起来，脚步蹒跚，代表脏腑功能下降，身体已经走向衰老了。通过保养脚部，既可以探查身体的隐患，又可以调理脏腑的功能。捏跟腱的方法，跟腱两侧循行着肾经和膀胱经，此2经在跟腱部位有几个堵塞点。每日泡脚后，可由下至上捏至腿肚跟腱隐没处，捏揉时间为5分钟每侧。手法与清除心经、蝴蝶袖类似，用拇食指捏住一处，捻揉3下，再依次向上。初次揉捏要有心理准备，跟腱下面的大中穴、昆仑穴处会很痛，上面较酸，坚持数日，酸痛感可消失，跟腱会变软而有弹性。8. 面长搓。面子工程是个大问题，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，美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更有甚者，
不满足于手法美容而频频手术整容，留住姣好容颜不仅需要动手，还包括合理的饮食习惯、高质量的睡眠、有节律的生活方式和乐观的心态，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做一位优雅的女人。勤搓面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加速皮下细胞的新陈代谢，我们应该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。搓面的方法：双手反复快速搓热，置于鼻子两侧，由下至上轻轻抚触至额头，再向下抚触脸颊，手掌热度下降后再搓热并重复上述动作。搓面的力度要轻柔，以面部微发热红润为度。9. 支长伸，上肢平举拉伸可以舒缓肩背肌肉的紧张，促进上肢的经络疏通。正坐位或站立，双臂平举与肩平，再将平举的双手立起来，坚持5秒，放下手臂，重复以上动作10次为一组，每日做3到5组。办公室人员可以在工作间隙活动颈部肌群，预防颈椎疾患的发生。对于有颈部疾患的朋友，亦可作为康复之用。动作要领是将大腿、小腿都完全伸直，下肢抬高至足跟离开床面约25厘米处约30度，在这个姿势上保持5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，如此为一个标准动作。每次锻炼至少要做这样的动作20到50个，每天最少做4组这样的练习动作。10. 肛肠提，提肛古称搓骨道，是传统的养生之术。骨道即肛门，古人将肛门称之为五谷残渣之泻道，而搓就是做肛门收缩上提之法。搓骨道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，不受时间、地点、环境的限制，或蹲、或站、或坐、或躺皆可。搓骨道好似给盆腔做按摩，这种养生方法在使盆腔肌肉得到锻炼的同时，可以防治痔疮、肛裂、脱肛、便秘等症。具体方法是缓缓吸气的同时提肛，连同会阴一起上升，停留10秒钟，呼气时轻轻放松，反复操作5分钟，以小腹部产生温热感为宜，每日3次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